OK， 现在我又是在新加坡，因为我来新加坡要做几件事情，因为我在这边有了一份工作，所以今天来就是要做 medical check-up， 还有很多事情啦，我要去看一下房间，然后还要买电话卡，然后还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 vlog 就是关于我在新加坡做一些什么事。OK， 我们现在已经 check in 了 hotel， 然后要去附近的 food court， 就是 hawker center 找东西吃。我们是从那个 hawker center 吃完晚餐，现在已经差不多要7点了，然后我们打算去看新加坡的著名的那个景点，然后就是那个 Merlion。OK， 现在来到一个 mall， 要来买我的电话卡。我刚刚去问了，原本要买新卡其实是不能买，除非你有在这边的 working pass， 那就是新加坡的 fin number。所以那个店员就建议我们去买 prepaid 的咯，就在 7-Eleven 啊那些地方就可以买一个 prepaid 的。所以因为如果你需要买 contract 的话，你需要用到这边的working pass， 然后要有一个 physical card 才可以买。而且他们那间店也是没有卖 prepaid 的，所以我现在走去看，如果有什么 7-Eleven 啊便利店，我就去买一个 prepaid 的卡。现在来到新加坡最有名的那个 Status Merlion， 在我的后面。第2天在新加坡了，今天比较重要是我要做几件事情，就是我要去做 medical check-up， 然后还有去开一个 bank account， 所以今天才是重头戏。现在我是要去开 bank account， 然后刚刚是做好身体检查，看抽血，然后开了 bank account 过后，我就要去看屋子。现在距离我去看房间还有差不多3个小时，所以我就大概打算在一个 mall 坐下喝下下午茶，然后再去看。那我是在一个 mall 里面，然后我们就是要等时间6点才去看房间，所以去这边坐下来吃下东西。
然后我想讲一下我怎样在这边找到工作，然后一些过程，找到工作过后要做什么事情。首先我是透过一个 agent， 然后拿到工作的 offer 过后，那个 agent 就会告诉我怎么做。因为每个人的过程不一样，所以我的公司是要求我需要做身体检查，所以刚才早上我就去他指定的地方去做身体检查。然后做了身体检查过后，我就去那个公司指定的银行去开一个 bank account 了。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拍下来，因为不方便拍，因为新加坡比较注重他们的privacy data protection， 所以我就不拍这么多。过后还有就是我会被要求要去做一些事情，可是这是看个人的，你们的公司要求怎样？通常来新加坡做工都有这几样东西，还有最重要一点是你的雇主或者是你的 agent 会帮你安排一个working pass， 所以在之前你要先跟你的雇主或者是 agent 先 confirm 你的 pass 先，所以那个 pass 上面会有一个 fin number， 就 FIN， 所以那个号码是要背下来，它像是你在新加坡的一个身份证，所以你有拿那一个东西，你才能去做任何事情，像开 bank account 然后还有，因为开 bank account 是需要你那个 IC passport， 还有最重要是住的地址，这是开 bank account， 还有就是做 medical check out， 他们是需要你的 fin number， 所以每个人的要求都不同，所以最重要的是你首先你要有一个 fin number， 就是先做你的 pass 先，拿了 pass 过后你再去做 medical check out， 那 medical check out 了再去开 bank account， 开 bank account 需要的东西是我是马来西亚人，所以需要的东西是 IC 还有 passport， 还有就是你要注册一个新加坡的电话号码，还有你要有一个新加坡的地址，那个地址你可以先放你朋友或者是如果你真正在那边租了房间，你先去放他那个地址，或者是你先放 agent 的地址，然后再改回来。所以关于到做 medical check up 的话，有些人需要，有些人不需要。可是需要的话，通常你是要有你的 fin number， 你的 vaccination COVID-19 的证明，还有一些可能你之前打过一些 vaccine， 如果你是在餐饮业在 healthcare 做工的人是需要的。所以看每一个公司的要求是怎样然后接下来就是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事情，你就会问回你的 HR， 你的雇主，他们会带你走整个 process。然后最后才找房子，就是房间可以先找，或者是过后迟点找也没关系。可是我是建议可以如果已经确定要来这边工作了，就先找了，然后就是约那个时间来 medical check out 的时候约那个时间，顺便看房间，看好就直接去下定现在我要打算去看第二间，看一下第一间跟第二间有什么不同。现在暂时来讲，第二间跟第一间的不同是，第二间是离我工作比较近，只有这个一个不同点啦。然后等下再进去看一下，来比较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两间都是要跟屋主一起住的，还有第一间是比较远，第二间比较近，第一间可以小租，第二间是完全不能租的。所以我等下要看一下这个第二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看了两间房间，所以我现在要比较一下那两间房间到底要租哪一个。第一间房间是有屋主，第二间也是有，但是第一间比较远，我的工作地方，第二间比较近。第一间呢是可以小租，第二间不能。第一间的洗衣机可以一个礼拜用2次，第二间只能一个礼拜用1次。还有第一间的规则比较松一点，那个屋主是讲如果我要煮用他的
锅啊、盘啊，只要收拾干净就没有问题。可是第二间是完全不能煮，所以这边就有点扣分了。而且第二间要走路离那个 MRT 会比第一间的远，所以这样子比较下来，我还是觉得第一间的看得比较满意，因为第一，距离 MRT 比较近，第二可以小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第一间是有锁匙，第二间的房间是没有，所以安迪刚才也讲了，他会进我的房间。我听了这个过后，我就决定第一间还是第一间比较好，因为感觉会有自己的隐私，而且第二间真的规矩有一点多，所以比较起来，我决定拿第一间。然后补充一下，就是第一、第二间房间的大小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第一间有新的家具，第二间的没有。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新加坡，然后已经是在机场准备搭飞机回去了。所以这次的小小的记录啊，看我怎样来这边处理一些文件啊，来这边工作找房子的一些记录啦。